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两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一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一盆辣椒油和一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赶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有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然后这2天没咋正经吃饭，又有点胃疼了，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9胃泰之后算是舒服多了。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一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了。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成本大概是70块钱一斤。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去开第2袋啊？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看着可给我馋坏了。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这1500多个柿子，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就先奔冻柿子去了。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有了这房子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后来大冷的时候，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我同时开了3个。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完那月电费2500。这柿子晾到缩水2/3的时候，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我发现柿子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绳，问谁都说不知道，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每人分了10把钥匙。我算是品出来了，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皮儿有嚼劲，馅儿还有水分，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大概是捂了40多天，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就跟吃冰激凌似的，感觉特别爽。但是因为没熏硫磺，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
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试了好多种鱼，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而且得是活鱼现杀。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那就得看运气了。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拿老嫂当老磨使。然后按片里讲的，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刮到最后手都抽抽了。但更绝望的是，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我真是服了我。再捶打成肉泥，再放盐给他们搅上劲儿，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就这么干下来，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吃起来又脆又弹牙，而且我用性命发誓，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一点淀粉我都没放。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但就是造价高了点，这1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现在外表烤的焦脆，然后还刷了一层酱，吃起来满嘴留香。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我真是酸 Q 了。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出门还懒得出去，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的半成品，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这猪蹄采购量有点大，平时收拾几个没觉得咋地，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我们从燎猪蹄开始就火力全开了，给手套都燎着了，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才是最崩溃的，这每一个猪蹄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不过脱毛这个活吧，干着特别爽，就越干越上头。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的半成品，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这烤猪蹄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这玩意儿磨完了，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儿。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屋里就没地方了，那焯好水的猪蹄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我是万万没想到，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然后去厕所里洗肉，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哟，这才算勉强能接着干活。正好这会儿猪蹄也卤好了，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然后卤猪蹄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洗上它还有机会登场。这个卤好的猪蹄经过果木的熏烤，再撒上一层干料，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可太绝了。而且这猪蹄烤得特别糯，完了一点都不腻，皮真的是一抿就化，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又装订了一份干料。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的夜市还原度。而且这猪蹄不光能烤着吃，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这再配上2罐肉肉强爽，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厂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